欢迎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在画面的左方，美国的经济数据啊，最近当然因为联邦政府关门的关系呢，所以很多政府部门的数据啊都还没有办法公布。可是呢，有几项数据倒是可以值得参考。美国经济评议会公布了当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啊，降到了94.6，已经连续第3个月走弱。另外，10月份美国企业裁员的人数呢，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惨烈的一个月。那也有人帮他们算了一下，22年来啊，在10月份所做过的统计啊，这是最高纪录。人力资源公司也做了一个统计，说美国中大型企业10月份裁员人数是15万3000多人，是22年来啊这个10月份最高的裁员人数。所以呢，反映在股市，周五的美股呢一度出现急挫。最终，这个道琼工业指数还有标普500是反转向上，收盘的时候呢，各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啊。相关的数据虽然我们能够得到的有限，因为现在联邦政府还在关门当中啊，上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现在弥漫着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啊？好，我们在说美国市场这个宽泛。基本上我们还是至少会干湿分离2个来角度，一个是民生消费市场。那现在由于包括联邦政府关闭，有各式各样的民生措施，株连九族，对，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比如航空类股啊等等，你就航空乱七八糟，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受影响的。但我们看美国始终要看全世界最厉害的就是资本市场，也就以华尔街股市为主的市场，它有点干湿分离。华尔街股市基本上虽然有上上下下，但基本上还是非常强劲。那当然最大的核心还是 AI 这个动力，而且现在 AI 这些关键的类股大家抱团啊，包括辉达跟 AMD 投资这个 OpenAI 呢又花钱买甲骨文，甲骨文又回过来买辉达的晶片。但这里头当然有些风险，比如说能源不够，大家都知道哈，就害怕还是有几个这个是不是黑天鹅会爆。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今天华尔街市场一个最棒的形容说，华尔街市场现在好多大大小小的蛋，有恐龙蛋，有鸵鸟蛋，有小鸡蛋、鹅蛋。可是，然后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先裂开，被孵化了而跑出来就是个黑天鹅，你不知道。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风险。本来大家期待是这次川习会如果翻脸，可能黑天鹅就爆了，没想到哇，中美各退一步，又沉寂下来。好，当然虽然美国本身是这样子的干湿分离，我特别要讲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今年9月，今年1月到8月，美国资金净流入中国市场的8个月以来加起来大概600多亿美金，而9月份单9月，美国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既然超过投资资金超过了500多亿。汹涌的跑进来，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当然发现也有来投资股票的啊。当然大家看到更多可能是有关于中国大陆 AI 科技业的布局，在9月这段期间，应该有一个华尔街市场认定要进来了。因为确定中美可能还是会比较成熟，不会乱成一团，而且好像中国大陆15.5会有很多投资机会，美国资金开始重回中国喽，要值得关注。OK， 现在其实华尔街您刚刚提到说就是什么干湿分离，哇，形容真好哈。那一般的民众哈，真的感受最是深刻，因为现在还有一种经济指标哈，就是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墨西哥卷饼经济指标哈，这个是墨西哥卷饼的叫做 Tripto。他的执行长就指出呢，说这个公司季度的表现呈现疲软啊，第4季的销售趋势比起第3季呢是恶化了，而且也点出了现在的年轻族群啊，财务困难，中低收入的顾客减少外出的用餐，所以这部分的客群呢占了 Tripto 的销售额40%啊。简单来说就是买这个不管是墨西哥的卷饼啊，就是 taco 嘛哈，那这个人数变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消费力降低了，所以说这间接反映出国内经济的挑战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刚刚我们前面都提到了，经济真的也主导了这个选举的结果哈。左老师觉得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国内经济最大的挑战有哪些？川普概念股受伤哈，这个因为为什么大家说川普总是taco嘛，所以大家就不吃taco了。那不过主要是这样子啦哈，就我们从几个面向看，第一个，因为你会去外食啊，美国外食跟在台湾不一样，在台湾大家都外食，在美国因为外食的这个费用本来就比较高，所以应该是你有花钱有余裕的人，你会比较频繁的外食，否则你不会常常外食。那当然，它的这个收入减少是反映到就所谓中低收入，它受到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的影响。因为本来你可以有多少比例可以花在这个外食，你现在就减少了嘛，这就是受到所谓物价上涨。第二个是什么？工作前景不明确。
因为如果这个经济持续这个说通货膨胀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呢，很可能有些这个生产部门呢，它可能就要缩编，比如像包括这个 Chipto， 它本身都要准备裁员了，它本身都要就是关掉一些它的这个分店了。这个是很多餐厅他们现在面临这个现在困境所采取的应对的策略嘛，所以这个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心情啊。那当然，第三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个 Chipto 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最能够吸纳这些流动力，就是说，你如果临时在就业市场上碰到困难，你可以进餐饮业。可是餐饮业又是受到经济波动第一个影响的地方，所以它又会加剧了这种经济的这种下行的压力啊。就是说，本来它应该是吸收那些市场上碰到困难的人，结果现在它自己本身也碰到困难。所以就减少了能够吸纳失业人口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整个总体来讲加起来来说呢，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感恩节马上要到了，这个美国的消费旺季要来了，但是这些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这些就业人口，它能不能有一个很快乐、很丰盛的感恩节、圣诞节，我觉得就是川普最大的挑战。对，而且现在看得出来说，川普现在他整个政府希望能够寄厚望于科技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AI， 所以讲到 AI 呢，这个礼拜白宫要通知联邦政府的官员啊，说美国是不会准许人工智慧，就是 AI 的晶片大厂辉达降规版的这个晶片呢，就是 Blackwell 呢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表示说，川普呢已经改变心意了，因为他在8月份有曾经暗示说，有可能会把这个 Blackwell 准许它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是降规版的，效能降低大概30%到50%。可是显然从最新的结果看得出来，是在内部对中鹰派的压力给了川普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对照这2天特别到台湾来风尘仆仆到台湾来参加台积电运动会，然后旋风式又离开的黄仁勋因为他之前就提醒过，围堵只会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中落败。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大陆方面传出，为了要促进内部晶片产业的发展，也推出了晶片自主化。那特别呢发布了指导命令要求接受国家经费的资料中心计划只能够使用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好，我请教江老师黄仁勋的提醒因为我记得他不止一次特别提醒说，川普政府请你们一定要正视一件事情，是一味的围堵。第一个，我没有了市场；第二个，他们的技术不断在突破，那我们要想办法拖慢它的速度，所以请不要围堵。这个部分的话，您的看法？其实说实在，毕竟是商业模式啦，你要有买卖，你才有钱赚。那有钱赚，你才可以去做研发，往下一代走。那目前川普从8月说可能允许部分降规，到现在是禁止出售。其实对辉达来说，有没有伤？我觉得应该多少是会有的。那再加上，其实商务部有下指示说，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是不能用辉达的东西，要用自主研发的东西。对。那基本上这样子会造成怎么样？就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中国强迫用自己自主的国产品牌来去做使用。那你今天效能不够，用数量来凑，那久而久之，也许就找出不同的解方。第一个，那其实，在华人很容易就是做，因为像美国会习惯是像这样子，会有点像是暴力的去解题。我用数据，我用数量，我用效能来去解 AI 的题。那中国可能我因为效能提不起来，所以我别的方式去解这个题，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发生。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在数量上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那是不是辉达会去找别的方式去做其他的应用？这可能也是我们是需要去做后续的去观察。